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可能会颠覆你对成瘾的认知，无论你对什么成瘾，无论你的瘾有多大，或许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一般我们认为对某件事上瘾，一定是因为这件事能带来快感，这个说法没错，但也不完全对。事实上，很多成瘾者在重复成瘾行为的时候，已经感受不到快乐。但如果不重复成瘾行为，他们会非常痛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我自己说起。我上高3的时候学习一般，再加上任务重压力大，很快我染上了去网吧打游戏的习惯。因为只有在电脑上拿着枪突突敌人的时候，我才能让自己喘口气，才能感受到高中生活还有一丝乐趣。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为了逃避学习的痛苦，才选择用游戏来麻痹自己。后来我上课想，吃饭想，睡觉还想，无时无刻不对游戏产生期望，这也导致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学习的痛苦让我对游戏产生了更深的依赖和渴望，瘾也就形成了。即便打游戏已经没有了第一次那种快感，但如果不打，我就只能回到现实，承受学习的痛苦，想想就挺痛苦的。很多瘾都是这么形成的。试想一下，你每天上着朝九晚没点的班，每天扛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把你挤压的没有一点空间，或许只有跑到厕所抽根烟，刷会儿手机，在夜深时打把游戏，喝点啤酒，才能带来片刻的愉悦感。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候，你才是最放松的。不过在享受完多巴胺带来的快感之后，痛苦还在原地等着你，而且前后落差会让你觉得更痛苦。于是你一有机会就选择开溜，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也有趣。在痛苦的驱使下，你对快乐上瘾了。这个快乐可能是烟瘾、酒瘾、性瘾、网瘾、手机瘾、游戏瘾、食物瘾等等。凡是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带来快感的行为，都有成瘾的可能性。而且多巴胺的释放量越多，就越容易成瘾，一旦成瘾也越难戒掉。好在今天咱们聊的方法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成瘾医学教授安娜·伦布克。过去25年，他一直致力于治疗赌博、电子游戏、海洛因等各种事物成瘾，所以在戒瘾这块他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比如他成瘾这本书中有个案例，一个年轻人从17岁开始抽烟、酗酒、吸大麻，18岁吸食可卡因，19岁改用奥施康定和阿普佐伦，20多岁又接连使用了什么扑热息痛、芬太尼、LSD、PCP 等等，这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在他来找伦布克教授的时候，已经使用了14种药物，所以跟他比起来，咱们那些瘾那都是小儿科了。为了便于理解成瘾的原理，还是要先认识一下多巴胺这个相当于通用货币的神经递质。科学家一般用它来衡量某种体验致人成瘾的可能性。比如巧克力能让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量提高 55%， 性行为能提高 100%， 尼古丁提高 150%， 一些毒品的主要成分苯丙胺能提高 1000%。 显然这些东西的成瘾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的，所以有些行为一旦尝试了，就真的很难戒了。有的人可能觉得就尝试一次，自己意志力强，所以没问题，不存在的。因为戒瘾的痛苦也可以按照这个量级来评估。有人形容戒毒的感受就好像是浑身骨折之后还在不断的挪动身体，想想都头皮发麻，对吧？大脑中只有 0.0005% 的脑细胞能产生多巴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么一丢丢化学物质，让人们产生了七情六欲，也让生活多姿多彩。不过多巴胺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让人们在获得奖励后感到快乐，而是驱动人们产生获得奖励的动机。比如你吃一块巧克力很开心，大脑会记住这个感觉，下次再看到巧克力的时候，多巴胺会激活大脑中的奖赏回路，还没吃你就有了纵享丝滑的感觉，也就产生了吃掉它的冲动。你看，多巴胺在快乐之前就被释放了，所以它不是给你带来快乐，而是让你对快乐产生渴望。但如果你不吃这块巧克力，渴望得不到满足，痛苦也就随之而来。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处理快乐的区域跟处理痛苦的区域是重叠的，这就像咱们大脑中有个天平，两端不放置任何东西的时候，天平处于平衡状态。当我们吃巧克力、打游戏、刷手机的时候，这个天平向快乐的一侧开始倾斜，倾斜的幅度越大，我们就越快乐。不过任何生命系统都有一种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大脑会努力让天平保持平衡，就在另外一侧施加等量的压力。可以想象成一群痛苦精灵跑了过来，坐在另外一边。当快感体验慢慢消退，天平也就自然而然地向痛苦那一侧倾斜了。所以有时候刷了一上午手机会感到空虚，出去旅游回来会感到失落，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摆脱空虚失落的感觉，就得继续在快乐的一侧增加砝码，所以你不得不再来一块巧克力，再打一把游戏。但这里有个问题，其实也是多巴胺在作祟。
它让我们对奖赏始终保持渴望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叫做奖赏预测误差，就是说实际的奖励得超出预期才行。第二块巧克力要比第一块更丝滑，第二把游戏要比第一把更刺激，否则多巴胺的效应就会降低，产生的快感也会减弱，这被称为神经适应。相当于你这边加码了，痛苦精灵也越来越多。问题是你追求的快感是短暂的，是有上限的，那些小精灵们是长期的，是无限量的，他们在另外一侧安营扎寨，铁了心要给你打持久战，最终你还是斗不过他们。你能感受到快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小精灵们给你带来的痛苦却越来越深，天平也不再平衡，而是始终向痛苦的一端倾斜，造成快感缺失。所以对于重度成瘾者，你别说让他们戒瘾了，正常生活就已经是一种痛苦了。一些吸毒成瘾的人，那些毒品对他们来说可能跟盐水差不多，但没办法，他们就是戒不掉，因为只有继续吸，他们才能让天平恢复平衡。这看上去有点讽刺啊，追求极度快乐的人，结果却无法享受任何形式的快乐。上瘾可能一次就够了，但戒瘾需要多久呢？1年、10年？我再说你可能都要骂骂咧咧关掉视频了。先别跑，事实上，根据伦布克教授的临床经验，重置大脑奖赏回路所需的最短时间一般是1个月。咱们看着好像也不长，但真要让你1个月不刷手机、不打游戏、不抽烟、不喝酒，不干你最想干的事儿，你真能忍住吗？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1个月我该干点什么让自己熬过去？你可能会想，能不能用低多巴胺的事儿代替高多巴胺的事儿？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大脑没那么容易上当。我之前因为减肥，尝试用无糖可乐帮自己戒掉可乐，谁知道无糖可乐就像是钩子一样，让我对可乐更加渴望。结果可乐没戒掉，每天还多喝了1罐无糖可乐。结合书中的建议，我总结了3个方法，都是利用多巴胺的作用机制，让你高效的恢复天平的平衡，而且把戒断痛苦降到最低。1. 以痛治痛。既然负责快乐的脑区也负责痛苦，既然大脑会用痛苦来平衡快乐，那如果我们反过来主动追求痛苦，大脑会不会用快乐来平衡痛苦呢？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让10名志愿者在14摄氏度的冷水中浸泡1个小时，对他们的血液进行采样，结果发现他们血浆中的多巴胺浓度增加了250%，高多巴胺水平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了疼痛刺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以痛治痛的方法是可行的。痛苦触发了人体自身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当我们主动在痛苦那一段增加砝码时，身体也会用快感来平衡痛苦的感觉，而且往往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们应该都体验过痛并快乐着的感觉，比如吃辣椒，虽然是刺激痛觉神经，但真的是越吃越过瘾。比如看恐怖片，即便吓得满头大汗，还是感觉很爽。再比如运动，你坚持跑了5公里，累得不行，也能收获一种叫做跑者高潮的愉悦感。你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从健康的角度看，运动可能是最佳选择，因为它除了释放多巴胺之外，还可以促进其他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像内啡肽在止痛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感，而且跟追求快感不同，痛感产生的快乐不仅不会让我们焦虑，反而能缓解焦虑。痛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注意力更加集中。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能在戒瘾的过程中同样体会到多巴胺给你带来的快乐，就像痛苦是我们为快乐付出的代价一样，快乐也是我们从痛苦中获得的回报。2. 物理阻断。对某个事物或者行为成瘾之后，大脑会产生敏化反应，就是说你对跟成瘾物相关的东西特别敏感，他们会把你的瘾勾出来，让你重复成瘾行为。书中有个案例，一位性成瘾者本来戒瘾戒得好好的，第1天他在电视上看到裸体的女性，他忍了；第2天在手机上看到人体彩绘，他又忍了；到了第3天，他再也忍不住了，我的头快要裂开了，把原来已经扔掉的手艺机器又捡回来，疯狂输出。所以要想戒瘾戒得彻底，就必须把那些成瘾物以及跟成瘾物相关的所有东西一个不留通通甩掉。你花钱上瘾，就把花呗白条关闭，信用卡注销，薪水全部上交；打游戏上瘾，就把你的账号注销，再把游戏删除，什么 Switch、Xbox， 要么卖掉，要么送人。抽烟上瘾，就让家人把家里的烟都藏起来，非必须的话也别跟抽烟的人待在一起。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跟成瘾物彻底隔开，不让他们把你的瘾勾出来。你可不要想着给自己留个回旋的余地，藏点私房钱，留个小号跟别人要烟，这么做还不如不戒。因为你一旦降低自己的标准，你的标准会越来越低。我之前戒游戏就是这个死样子，想着反正也玩了一把，不如再来一把，最后小号练得比大号等级都高。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做不轻松，但舍不得逼自己戒不掉瘾。你可以搭配第1个方法，反正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
大脑不会在乎你是在自虐还是在放纵。3. 激进诚实。没有哪个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有什么瘾，甚至还会用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瘾。反正我以前去网吧打游戏，总是骗爸妈说去同学家复习功课，害怕挨打这是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清楚这不是一个良性的行为，所以只能通过撒谎来欺骗自己和别人。这么做的原因除了羞耻感，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大脑奖赏回路和前额叶皮层的联系。成瘾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被激活，说谎又移植了前额叶皮层对奖赏回路的约束作用。前额叶皮质负责理性决策和未来规划，导致的结果就是大脑真的以为你没有成瘾，你只是放松一下消遣一下，更不需要戒瘾。所以很多成瘾治疗方案中都涉及到强化和重建二者的联系，而说实话可以做到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刺激前额叶皮质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诚实度，反之亦然。当我们承认成瘾的时候，前额叶皮质的活动也能得到加强，提高自控力，让我们更理智的选择延迟满足。具体做法就是瘾上来的时候，你在心里默念我有什么什么瘾，我要戒掉这个瘾。如果放得下，你就找身边的人郑重其事地跟他宣布这句话，这么做比在心里默念的效果更好。首先，这种仪式感对前额叶皮质的刺激作用更大，其次，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演一次可能是假的，演100次那就是真的了。最后，你给这么多人都说过了，他们都起到了监督作用，哪天你固态复萌让他们看见，面子往哪搁，对吧？这3个方法叠加使用，相信我，你一定会体验到改变的快乐。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打球和洗冷水澡，完了真的感觉很爽，而且工作起来也更加专注和精力充沛。最后想说一点，咱们不要觉得自己对什么上瘾就可耻，很多情况下真的不是我们想摆烂、没上进心、没意志力，而是现实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不过现在咱们也知道了，那些逃避现实的成瘾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内容稍微有点长，感谢小伙伴们坚持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干货？所以希望大家能点点3连。如果这些对你依然没有帮助，记得给我留言，我再想想办法。